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所以说呢，这种衡量只有在排气管是偏置的汽油车会有这种贯穿车身的衡量，里面还是一个六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好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啊。今天呢，就到了这台凯捷的底盘的部分了。我们在跟着冰块玩专业车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这辆车它的备胎呢是在后座的前面这个位置。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只有奥德赛是这种方式啊。所以说当时说这车呢，可能很多地方跟奥德赛是挺像的，但是呢，前后防撞梁这块呢，的确啊，跟日系车呢关系呢又不太大。哎，今天呢就跟小伙伴多聊聊底盘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昨天呢，在水箱框架之后呢，也说了它的这个框架的强度啊，是要比一般的水箱框架更厚一些，是因为它的确有更复杂的结构，包括说它的钢板的材质是要比那些一拧就能够去弯动那些呢，还是要强很多的。那我们在下面呢，也会看到它一个非常粗的下横梁，然后拖着它的水箱，也是在整个的发动机跟变速箱之下的，所以说从整个前面防护这一块来说呢，这个横梁还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就是它一个原厂的状态，所以说呢，这台车下面是没有护板的，它只有一个比较小的一块，在我的右手侧。这台车呢，它的底盘高度是要比一般情况下的 MPV 是要高一些的，所以说呢，它是能够去走一些烂路的。如果说您的开车环境呢烂路比较多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啊装一个金属护板。好，那么再向后看，会看到它整个的3元的部分。那这台车呢也是啊4元，就是现在所有的国6的发动机，除了我们传统的3元催化装置之外，一定还要有一个颗粒捕捉器。这个是现在新的国6排放必须要求要装的这一种，它和3元在一个圆柱里面呢，这个叫做4元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一个东西呢是很大的，有2个插头。第一个呢是前端的氧传，中央位置有一个后端的氧传，监控你的排放在3元前和在3元后里面氧含量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会看见有2根金属管，这2个金属管中央的那一个区域就是颗粒捕捉器。对于现在而言，颗粒捕捉器的确是影响国6发动机整体运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发动机呢是一个正制式的形式，有是排气在前，吸气在后，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它的排气可以从前边然后一直到后边，然后呢再绕过整个的副车架，然后一直到后边。好，这就是它的排气部分。发动机这块也是会看到下部的油底壳有一部分是铝合金的，然后最下面这一块有一个比较小的，它是一个冲压钢板的形式，下面是一个放油的螺栓，机滤呢是在发动机的前侧，是在4元催化的旁边，在这个位置换起来呢稍微有一点的别手，所以说小伙伴如果说你找工具去换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下。那变速箱这块呢，也会看到它下面的油底壳呢也是那种钢板冲压的形式，然后也有一个小小的放油螺栓，然后呢也是会藏在前面横梁的上面，是一个 CVT 的变速箱，模拟的是8速。它这个变速箱整体的调教呢，还是往舒适和顺滑那边去调的。这台变速箱是上汽和博世联合开发的 CVT 变速箱，从平顺度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换挡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电子档的形式，但是呢，这台变速箱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原生的电子的档位，因为它上面呢是有一个换挡机构的，也就是说这台变速箱它原始状态下是
机械式换挡的机构，但是呢，它是为了适应呢这种电子挡把的形式，装了一个电子换挡的机构。也就是说，你推到 D 档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个小电机，嘣嘣嘣，让你到 D 档。当然说呢，这种变速箱的形式呢，我们最早在第10代索纳塔的时候呢是见过的，但是它的那种吧改的比较拙劣。从正常换挡来说吧，P 档是在最前面，对吧？您要是到 D 档的时候呢，您肯定是从 P 档、R 档、N 档，然后到 D 档，它是有一个顺序。像索十呢，从 D 档直接摁 P 档的时候，虽然说它是一个电子的，但是你能够看到它是一档一档去蹦的，其实就像我手在滑动这个直列式档是一样的。但是这辆车呢，没有那种顺序档过来的形式，就是你从 D 档摁到 P 档，它是直接跳到 P 档。然后我们再向后看呢，会看到它的整个驱动轴呢是一个等长式的半轴，中央呢依然是有一个过渡轴，而且这一块它的排气呢是有一个额外的隔热啊。这台车的副车架是一个一体型的副车架，那它的材质呢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一体式的副车架呢，它的路感会更直接一些，这是它的优点，并且呢它的重量会更轻一些。但是缺点呢也是有的，它前面所吸能的东西会更少一些，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车而言呢，它的纵梁这一块压力会更大一些。它的悬挂系统呢是一个标准的麦弗逊的形式，下面呢是它主要的一个下三角臂的状态，那也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啊。再往上呢是它的驱动轴、转向拉杆，包括说防倾杆这块呢都是很标准的啊。这台车呢相对而言是比较新的，从现在来看，这辆车是没有一个锈点的，所有的螺丝完好如初，然后并且说它达格罗的防锈工艺呢做的也是 OK 的。仰角呢是一个普通的铸造的形式，然后它的刹车盘呢是一个通风盘，轮胎呢是225/55R1898V，这都这么便宜了，对吧？这个轮胎呢，我想象可能最多也就是一个H 级，但是一看啊98V 这个轮胎级别其实还是 OK 的。那这台车的转向电机呢是跟它的转向柱是在一起的，这一块呢是有点偏于日韩系的那种转向机构。再往后看呢，就是整个的底盘的部分了，因为它两边是没有护板的，所以说看起来呢没有那么的平整，所以说我们在平整度来块呢给它一个中。其实它从中央的这种平度来说，其实还是可以的。中央非常大的这一个大鼓包就是备胎的位置了。那它的排气呢会从副车架的上侧，然后一直向后。排气隔热这一块呢，这台车做的不是非常的完全，那只有后面中段和后面尾段这块呢是有隔热，而其他的管的部分呢隔热就没有了。但是呢，它的喷涂做的是非常满，并且呢特别厚，底盘安静程度来说呢，其实这种喷涂是功不可没的。是因为这台车两侧没有相应护板，所以说管线都是外露的。我的右手呢是油管和刹车管还是会藏在车身纵梁的侧面，发生剐蹭的话呢，这一点点有一点点的风险。后面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前面这块呢也没有问题，是因为前面的管线呢是在副车架两侧的三角加强件的上一侧，并且上面这一块呢油管呢还是由铝的一个材质去进行包裹。说实话啊，油管有隔热的我几乎是没见过，一般就是一根管放在上面，然后一通道放到一舱里面就 OK 了。然后左侧呢，大家会看到一根粗的铝管跟一根细的铝管，这就是我们之前跟小伙伴是说的，因为这台车呢，它的后面呢是有一个单独的蒸发箱，也就是它的冷气可以通过这个高低压管，然后一直通到后边的蒸发箱，让后面的乘客呢会更凉快一些。所以说左边呢也是它的空调管的部分。在10万块钱的 MPV 的这一个框架里面呢，是没有想到它后面是有一个单独的蒸发箱排气呢从中间然后就往左偏了，是因为它中间呢的确有更多的东西，例如说我头顶上的这个放备胎的位置，再往后一点呢会看到有油箱的位置。那它的油箱呢是一个中后置油箱，是树脂的材质，并且这辆车油箱的前侧有一根非常独特的横梁贯穿于整个车身的两侧。这种横梁一般的汽油车都是没有的，绝大部分的汽油车它的排气管或者传动轴都是从中间过的，所以说呢，这一种横梁只有在
排气管是偏置的汽油车，会有这种贯穿车身的横梁，并且这个横梁呢是比较靠下的，它也非常有效的可以去抵御对于油箱潜在的一些碰撞的风险，因为它这块呢是要更低一些的，所以说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呢，我们还会作为一个油箱的保护的这种形式去存在的。油箱的后侧在排气管的位置呢，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铝瓦去进行相应隔热的。对于这个车的整个后面悬挂呢，是一个扭力梁的悬挂，常见的后悬挂基本上是3种。第一是独立悬挂，因为很多车都在用独立悬挂，然后呢是这种扭力梁的悬挂，然后呢是整体桥的悬挂，那个叫做板簧。唾液壁那个是连接的结构啊，那不是一个悬挂形式。板簧其实指的是整体桥，但是整体桥呢也不是说一无是处，它的强度非常的强，但是缺点呢，它两侧呢是一根轴呢硬性连接，这边一动，这边呢肯定会动，对吧？而这种扭力梁的形式呢，严格来说应该叫做半独立式的悬挂。左轮或右轮啊单侧抬高的时候，它并不是直接的会作用到另外一侧轮，是因为它有一个扭力的过程，可以去抵消一部分相应的动态的一些能量。但是呢，它不是100%不会传过去，它会影响，但是呢，没有整体桥那种影响大。所以说它这种应该叫做半独立式的悬挂。独立悬挂它的极限高。什么叫做极限？您开着车，啪，需要一个大的转弯动态，我需要轮胎最大面积的贴地，这个时候独立悬挂极限状态下它是有优势的。但是呢，独立悬挂呢也有缺点，对吧？第一，造价高，然后就是非常费地儿，后面呢基本上您什么都别干了，就全都是悬挂了各种副车架、什么连杆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扭力梁呢是在这两种悬挂折中的一种悬挂形式。普通的城市驾驶啊，您就是开个直线，对吧？速度也不用太快，城市里面跑60，然后呢环路跑80，然后高速呢直线120，舒适度都差不太多。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舒适度不是悬挂这个结构，而是它的弹簧跟它阻尼器和这些橡胶的应用。看过一些有媒的这种介绍嘛，说好走直线，独立悬挂跟扭力梁差别特别大。说实话，你要说一丁点儿区别都没有，不可能，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大，因为他们只有在大动态极限的情况下能有区别，从舒适度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一种扭力梁的悬挂又能够去很省地儿。它的扭力梁呢是一个闭口的形式，是一根圆的管通过加热挤压，然后形成一个双层的结构，这叫一个闭口。它的整个扭力梁呢是一个弯的形式。我们一般来说啊，扭力梁呢值的是比较多。我们说从平整度这一块来说呢，正好让排气可以从这个车的整个平面这样去绕过来。因为有些车呢，老的 RV4 啊，马路上其实跑了还挺多的，你会看见下面像一根猪大肠一样，排气管就出来了。包括说汉兰达都是这种情况，它就是对于它的整个后悬挂没有做更多的这种优化吧，就是它的底盘工程师可能就没想让这个底盘是平的。这台车啊，除了两侧没有护板之外，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额外的突出的这样一个东西是没有的，基本上是平的。当然了，这种形式呢，例如说4驱的飞度都会有这种弯的扭力梁的这种设计啊。对于这种扭力梁来说呢，我们会称为一体式的副车架。好，我们再往后看，那后边呢就是它整个的最主要的一根纵臂，也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而这个纵臂呢，上面会连接着相应的弹簧座，然后相应的避震筒，包括说仰角和车轮相连接。然后也会看到它前面这块呢，也是通过一个铸铁的加强件
和车身去连接的。目测来看，里面的橡胶用的还是很大的。对于车的整个质感这块来说，橡胶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恰到好处。这就是底盘工程师厉害的地方。橡胶就差一点儿，感觉就是不一样。然后外面呢是一个强度非常大的一个铸铁件儿去固定，这个铸铁件儿也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来说呢是一个冲压件儿。好，那我们再向后看，相应的弹簧，然后相应的避震筒也是簧筒是分离的，它的避震筒呢用的是一个非常长的筒。好，那后面刹车盘呢是一个实心盘的形式，是一个独立的电子刹车。轮胎呢也跟前面一样，也是达到了一个 V 级。然后再往后呢就是整个后侧的部分了。然后我们从消音器看到上面是有隔热的部分，然后后面呢是整个座椅的位置，喷涂也是挺满的。行，这就是整个底盘的部分了吧？那么现在呢就回到车前来看看这台车在底盘部分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好，那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50凯捷底盘的部分。那我们底盘呢满分呢依然是55分。那我们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这台车在底盘部分的得分呢是22分。如果换算为百分制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中央的成绩。这台车呢，我们从使用起来，对吧？包括说备胎的位置呢，和奥德赛呢是很相似的。当我们看完底盘之后呢，又找了一些奥德赛资料啊，从它底盘车身的结构来说，的确是和奥德赛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从我们已知的街面上90%以上的车型啊，备胎只有奥德赛呢是在中央。当然了，我们也是看过啊，有一些车呢也是会跟奥德赛的设计是有点像的。例如说之前的广汽传祺那辆 M6啊，然后呢就是这台车，但是呢吧，中间这个差价差的有点多。奥德赛多少钱？现在可能到手得30来万。广汽的 GM6低配的价格跟这辆车顶配价格呢，是差不太多的。当然说从前后的悬挂来说呢，这块也算是中规中矩吧。前面护板这块，如果说小伙伴买这车的话呢，我建议啊还是装一个，因为某宝我也查过了，200多块钱，我觉得也算是能接受。有一点呢还是可圈可点的，就是它整个的喷涂这块呢，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所以说在开的过程中，对于底盘隔音这一块噪音是不太大的，包括是发动机这一块，其实控制的都是很好的。整体这车 NVH 呢还是 OK 的。行，今天呢底盘也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吧。那明天呢就是这台车前后门内防火梁和甲醛的部分。那明天呢对于我而言啊，2个关注点。第一呢，甲醛这块到底怎么样？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后排的钢板这台车到底有没有？对于买这台车的小伙伴来说呢，一定都是家庭用车，对吧？后排有没有钢板呢，就会显得额外的重要了。行，今儿呢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说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句说真话的大冰块。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最后一集甲醛部分，我们再见，拜拜。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